呀，我常说台湾国民党是百年大酱缸，处处都是赵少康啊。你看我说过的这些名言，一个个的都会得到事实的印证啊。今天传来的最新的消息是，赵少康向郑丽文叫嚣，你有种先开除我。如此的狂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季连连是郑丽文当选的最大的功臣黄复兴的负责人在中常会为军购案动怒，他呢喊话韩国瑜，如果韩国瑜背叛党，我以黄复兴的名义请党中央开除韩国瑜。在国民党中常会郑丽文致辞以后呢，季连连副主席主动要求讲话，他谈到了国民党目前的军购案是最精准、最前瞻也最有弹性的。谈到军购，他最有发言权，他曾经多次参与军购案的制定。今天呢，立委呢要搞另一套了，就是说的是徐巧芯突然拿出来的那个8000亿的那个方案，昨天咱们也不说了吗？这个朱立伦啊、赵少康啊，这都是国民党中的亲美派，这些人提出了一个8000亿的方案，郑丽文不是给他否了吗？其实这些人呢，就是想架空郑丽文，然后呢另立中央，所以这个季副主席是看不下去了。那赵少康是相当的猖狂啊！赵少康说：“郑丽文，你要不你有种先开除我。”你有那么权利吗？你当副主席那么了不起吗？我这边要痛痛的谴责这个季连连。季连连如果要开除韩国瑜党籍，我这边公开宣布，先开除我赵少康党籍。今天呢，有一个花絮，有一个例外的事情本来不是会议里面跑出来的，因为传出来说韩国瑜有跟有些立委说他是支持8000亿的版本，结果呢，季连连就骂他说把他开除党籍，因为韩国瑜也是不分区立委，一开除他就没有这个院长可以干了就会变成跟民众党的李珍秀一样了那所以呢，季连连说很生气说这个韩国瑜，我认识他40年。打死我不相信他会做出卖党求荣的事。如果这样，黄复兴要挺身大义灭亲，要建议开除韩国瑜的党籍。我说这季连连就老糊涂了韩国瑜做个院长，第一个立委本来每个都可以有意见，第二个他就算提8000亿，什么跟卖党求荣有什么关系啊？他跟谁求荣啊？求什么荣啊？你讲什么鬼话，对不对？立法院就把他开除，你有那么权利吗？你当副主席那么了不起吗？我这边要痛痛的谴责这个季连连。开除你党籍差不多，开除谁党籍啊？韩国瑜你开除他党籍，果然讲完以后，中央党部前面就有很多党员去抗议了，去中央党部前面抗议，所以开除什么韩国瑜党籍？他有很多的责任，很多的工作，对不对？你怎么立法委员都不能讲话的就通通听你的就你季连连是老大，而且他卖了什么党，求什么荣？你告诉我他求什么荣？他求了什么荣？对不对？整个都是为台湾、为整个国民党、为了年底的选举、为了2018的选举在着想。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角度，但你怎么可以用什么开除党籍、用卖党求荣这样的事情呢？你黄复兴有那么了不起吗？好，那徐巧芯，然后他还警告徐巧芯说：“徐巧芯不要轻动筹款，徐巧芯会遵守党团行事那另外呢，这个季连连为了军购呛开除韩国瑜党籍，所以呢，国民党出来讲说，个人的想法不代表党的立场，就是说这是季连连个人的想法，不代表党立场。问题他是党的副主席啊，副主席讲话不代表党立场，副主席代表谁？好，韩国瑜呢知道季连连骂他，韩国瑜呢传了一个简讯给王浅秋用了14个字，叫做老牛自知夕阳晚，静默无声自奋蹄，14个字那基本上了就是说，我是觉得韩国瑜呢，他作为一个立法院长参加党团协商，本来就算是一个立委，他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嘛。那你不就大家协商什么？你下个命令算了，季连连下个命令，季连连如果要开除韩国瑜党籍，我这边公开宣布，先开除我赵少康党籍，先开除我党籍，开除我党籍莫名其妙。如果今天不是说军购分买不买，如果国民党真的有本事，1毛都不买也可以，你就讲你的理由，我就是要和平。买武器也没用，我就是不买。早就该开除
赵少康的党籍了啊！这家伙就是个摇棍啊！前几天的时候说我是他妈的大陆的网军啊！这家伙他妈的明显就是一个轮子，早就该开除他了。叫嚣啊！你看多猖狂啊！叫板郑丽文呐！啊，那位说这个季连莲是他说什么了？季连莲主要是为郑丽文主持公道，因为作为一个党的主席，底下是群魔乱舞啊，这个城头这个各立大王旗，这个国民党啊很难弄啊！你看了吗？赵少康、伙同、朱立伦啊，这些亲美派，韩国瑜倒还算是中立吧，对吧？啊，不过呢，这个警告一下韩国瑜啊，这个季老警告一下韩国瑜，作为一个长辈也没什么吧，也没什么过分的吧。副主席兼黄复兴主委季立莲发言，军购特别预算案沸沸扬扬近1年，我一直没有讲话，因为我们副总召领导立法院的党团提出了最佳的行动方案，这个版本大家都很清楚，完全合乎法理情，既有尊严，也有弹性，更有前瞻。论军购，没有任何人比我有发言权。无论5年的施政计划、10年的建军计划、建案的作业规定等等，多年来我都是实际参与、测定、修订、执行的。对于军购的每个建案都非常谨慎、细腻、认真。民进党签的这个案是半个世纪50年来最为荒谬的闹剧，实在非常糟糕。韩国瑜院长是我个人40年来革命袍泽、铁杆兄弟。国瑜，你是国民党的光荣，是黄复兴的骄傲。我们都是黄埔子弟，均能以彻底服从命令、誓死达成任务为我们的工作目标。打死我都不会相信国瑜兄会做出卖党求荣的事。如果有这个事，黄复兴必然挺身而出，大义灭亲，建请开除国瑜兄的党籍。徐巧芯委员是大家最喜欢、最期盼的，只有2分钟，最期盼的国民党未来的领袖。对不起，我的发言，我代表黄复兴全体人员的发言。所以在立委的选举也好，反罢也好，黄复兴全力挺徐巧芯。所以请徐巧芯千万三思，不要做出轻痛仇快的事情。个人建请优秀的我们全体中常委，呼吁全体立法委员、全党党员一致支持我们副总召的版本。谢谢各位。作为一个国民党的老臣啊，说几句年轻一辈，还有这个韩国瑜是他的老朋友，没啥吧？我感觉没什么过分的吧？全党团结在一起支持郑丽文主席，这也是国民党员的应有之义吧？嘿嘿，可惜呀，赵少康塞进去的饮奶精，直接就打脸这个季老副主席呀。好，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啊。今天这个主席还有季副主席，对于军购的问题呢，刚才大家都拍摄到了哈。然后呢，在常会的时候呢，主席呢再一次的对于国民党的3800亿加 N 的军购条例的版本来再次的做了说明。而且之前的时候呢，
我们的智库也发了这个说帖，我想各位媒体朋友都已经收到了啊。一再的重申的就在于是第一个，我们不可能支持 1.25 兆的民进党政府提出来的这个版本的空白授权。然后呢，国民党呢从来都没有反对对美军购啊。但是呢，我们拒绝空白授权，而且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商购，因为商购呢，在过去的采购，就是在商购的上面呢，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呢，比较年轻没有记忆了。但是呢，尹清枫的命案呢，是台湾历史上面呢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弊案啊。陈水扁那时候呢，他还没有当选，他也说要针对这个尹清枫弊案也要查下去。然后在这个2000年的时候呢，陈水扁当时呢在卸任前的时候成立了一个达正的军火公司由吴乃仁、邱毅仁先生他们去成立了达正案，这就是知名的所谓的达正案。当时是在中国时报独家报道，然后国民党的这个立委呢强力的阻拦之下，才让这个不明不白不知道在做什么的一个军火公司达正案呢无疾而终。所以呢，国民党才会一再的强调我们支持军购，因为军购呢就是跟美国政府之间我们有军力上面的需求符合我们的整建计划，我们跟美方提出来之后呢，美国国会批准了，然后通过了那个发价书之后，我们就编在我们的预算里面，这个是有保障的。但是商购呢缺乏保障，我们拒绝一个有贪污可能性的这样一个商购第三点，傅昆萁总召呢在常会里面呢也做了补充他说他今天在立法院呢召开党团大会之前的时候，也曾经接受过媒体的访问强调了党团的立场，强调了就是今天在召开党团大会的时候，没有一个党籍的立委支持 1.25 兆的军购案那现在呢，因为呢情势非常的复杂，然后所以有各种各样的传言试图的要制造在国民党内部好像分裂的形象那副总召说民进党呢只会打嘴炮。第二个，他提到了一些的细节我想跑立法院的媒体记者朋友也应该都是很熟悉的今天呢产生的争议呢，就是在所谓的无人机的这部分的采购的部分他讲到他说这些年来我们已经通过了很多很多的支持算，而在无人机的部分，在美伊的战事上面，那个无人机一架只要$5万，可是民进党政府呢编出来的却是要$50万，而且呢要卖给台湾的这些无人机是乌克兰不要的，退货的。然后5架在测试的过程中有3架掉下来，所以傅昆萁总召呢就质疑一个全世界都不要的无人机，别人买一台$5万，全世界不要的无人机却要卖一架给台湾$50万，这中间到底牵涉到了多少的问题？所以国民党呢不支持贪污的贪赃枉法的军购，不支持空白授权。他也在常会中呢支持主席郑丽文抵挡住各方的压力，坚定国民党在军购案的立场。这是军购案的部分。其他还有什么大家的问题要问的？如果韩院长卖党求荣的话，要建请开除党籍，这是他个人言论吗？
大家不是都看到了吗？这个季副主席讲这个话之后，主席就有一番谈话，就是季副主席情感丰沛的说出了他的个人的想法，不代表党的立场。果然吧，郑丽文这个主席很难干吧，100年大酱缸，处处都是赵少康。哎呀，这个我一直说啊，我说这个考验郑丽文的政治手腕的时候到了。这个国民党好像近若干年来啊，都是延续了马英九那个酱缸的作风，你好我好大家好，弄的这个是群魔乱舞啊，竟然还有什么孙中山的野孙子是吧？跑到党部面前，这个直接就开骂郑丽文。这样的国民党，朋友们，你们觉得他能够赢2028的选举？当然，有一些朋友肯定要说没有2028了啊！点个订阅吧，咱们下期再聊。